午夜巡检第8节车厢的王者。我是捷运公司的夜班维修人员，叫阿哲，工作快6年了。我们这种工作说难不难，但也不轻松。末班车离站后的深夜时段，才是我们开始巡检、维护列车与月台设备的时候。熟悉这份工作后，会发现城市在午夜后就像是另一个世界，没有通勤人潮，没有站内广播，整座车站像死了一样。我们这条线算是比较新，才10年左右的历史。今晚跟我一起巡检的同事阿荣说着，而那块的啊，不是普通的墓地。阿荣深吸了一口气，像是在回想很久以前听来的事。清代的时候，这一片原本是城外荒地，没人要住。那年代战乱，疾病多，穷人死了，家属没钱立碑，就用简陋的木牌插着，或者干脆没人管。久而久之，那地方成了乱葬岗，堆满无人收敛的骸骨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，到了日治时期，日本人修军事道路，扩建码头，把周边的贫民窟拆掉，尸骨就往这边集中。更惨的是，当时死在工地、港口的苦力，甚至船难漂回来的浮尸，都被埋在这里。很多根本查不到名字，连个竹排都没有。我听得背脊发凉，所以这里是无名尸的集中的。不只是无名尸，还有没被送终的孤魂。阿荣吐出一口白烟，烟雾在昏黄灯光下像在扭动。日治末期战争紧张，还有空袭炸死的平民，尸体也丢来这里埋。你想啊，那时根本没时间一个个超度，就随便堆土盖上。战后政府接手，这里就荒着，长满野草。他眼神有点空，直到20多年前，都是计划要盖捷运，才把地翻掉。但你懂的，宫崎骏工程包商就算挖到骨头，也只是草草装袋，送去火化。师傅做法事只是走形式，很多根本没请回祖地，就直接混进土里铺在隧道底下。我原本不信这些，直到那个晚上。那天是星期4，凌晨12点半，例行性的列车巡检，我负责的是编号 Z11 列车。这列车刚刚退到被停线，准备隔天早班使用。照惯例，我需要从车头走到车尾，逐节车厢巡查内部。G11是标准的6节车厢，我对它再熟悉不过。第1节、第2节一路往后，每节我都熟门熟路地扫描地板、座位、上下拉杆。时间越晚越安静，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在车厢回响。这种时候最容易让人胡思乱想。当我走到第6节时，感觉有点不对。车厢尾端地连结门居然是开的。照理说，列车停进被停线后，所有尾端都应该上锁，特别是尾车之后没有再连接其他列车。我一边狐疑，一边往门口靠近。然后我愣住了，那里还有1节车厢，黑压压一片，看不见里面有没有灯光。我心里一惊，先拿出无线电，想联络控制室，这边是夜巡机11车组，请确认目前列车结束，疑似有未登记车厢连结。没有回应，耳机里传来的是低沉的杂讯，沙的响个不停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手电筒，小心翼翼地踏进那节漆黑的车厢。一进去，我感觉空气变了，不是冷气那种冷，而是像走进冰柜，空气都凝结的冷。而且我看到里头居然坐着人，一排又一排，全都低着头，看不清脸，像是在沉睡，又像根本不是活人。我强迫自己保持冷静，对着他们喊，这是维修时间，请勿滞留。没人动。我鼓起勇气往前走2步，打算确认状况，但就在我跨出第2步时，那些人同时抬起头。灯还没开，但我用手电一照，他们的脸是灰白色的，像水泥模子捏出来，星号没有眼球，只剩2个焦黑的空洞。星号他们的嘴唇干裂，甚至有裂开到耳根的痕迹，像是被缝起来又撕裂。
我整个人吓到后退一步，脚绊到座椅跌坐在地。突然间，车门砰一声自己关了，整节车厢陷入密闭的黑暗。我狂拍无线电，连喊数次，都是死寂。车内的那些人开始慢慢站起来，动作一致又诡异。然后他们低声开始呢喃，这不是下一站吗？我要回家。让我下车。那些声音混杂、扭曲，像是从地底传来的回音。我连滚带爬地往车门冲，猛力拍打，直到门再次打开。我冲出那节车厢后回头一看，那节车厢竟然消失了。我吓得当场坐倒在车厢连接处，满头冷汗。再回头看第6节车厢的尾门，根本是上锁的状态。我整晚没再进去列车，直接回报异常，谎称自己身体不适，请假早退。后来我找了一位资深的夜班同事阿荣，他平常嘴很硬，什么事情都爱开玩笑，但那晚听完我的话，只静静抽了口烟，沉默了很久，才开口说了一句：你知道这条线有一段原本是老墓地吗？我愣住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像是在权衡要不要继续说。那块的啊，不是一般的公墓。他吐出一口烟，声音压得很低。清代的时候，那里是乱葬岗，没有家人认领的尸骨全往那里丢。那时候瘟疫、饥荒、械斗，死的人多到根本没法立碑，就随便用木牌插着。过几年木牌烂了，连名字都没了。后来到了日治时期，日本人修军事道路，拆了附近的棚户区，把更多无名尸运去那里集中埋葬。港口工人、码头苦力，甚至飘回来的浮尸，都堆在同一片地底。有些尸体还穿着工装，身上有铁链，有的手脚缺一半，那地方根本就是孤魂的集中营。我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到了战争末期，空袭轰炸死的平民也往那里丢。日子太乱，没人有时间超度，一车车的尸骨就地掩埋，战后荒着几十年，长满了草跟野狗。阿荣又抽了一口烟，眼神有点空。20多年前要盖捷运，工期赶，挖到骨头就直接装袋送去火化，做法事也只是走形式，很多人没请回祖地，就混进隧道底的土里。他压低声音，那些没被安抚的，还在这条路上游荡。你那天看到的，不是什么多余的车厢，是他们的回家车。我喉咙干得说不出话，他却接着说，你不是第一个。他说，5年前有个清洁阿姨姓潘，巡到尾车时，也看见一节没灯的车厢。他进去后，隔天没来上班，手机打不通，3天后才在报废列车仓库里找到他，浑身发冷，眼神空洞，嘴里一直喃喃说，还没到站，还没。还有个司机阿斌，凌晨试车时，明明6节车厢却一直感觉拖得很重。进场检查才发现，监控画面里车尾有一节全黑的车厢，里面隐约有人影晃动。他没下车，只是死踩油门把车拖进机场，那节车厢在进场门口时就消失了。从那之后，他发誓不再接夜班。甚至有位检修员阿良，看见那节黑车厢时选择直接转身走开，不去碰它。但当晚他回家后，梦见自己坐在那节车厢里，四周坐满没眼珠的人，车窗外是一片墓碑海。醒来时全身冰凉，脚底还沾着黑泥。阿荣拍了拍我的肩，记住，如果你再看见那节车厢，千万别踏进去，那不是你的车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